让开，快让开！李朝急报，林参将和秦总兵在李朝大破倭满联军10数万。好的很，这是朕这些时日读过最痛快的战报了。林参将和秦总兵不负朕的一片苦心啊，大破倭满联军10万之众。这王连在搞什么？去了辽东入10层大海，了无音讯。这让林浩得了这么大的功劳，还得了？陛下，臣左副都御史梁云成弹劾林浩3大罪。梁御史，这大喜的日子，你又是抽的哪门子风？陛下，臣身为言官闪奏，不必挑时候。那你说说，你弹劾林参将哪3条罪状？其一，私蓄武令。林浩在辽东私募兵勇已达近万，私设军器局造4发枪、限盐炮、手榴弹，其军器之利于朝廷。其二，草芥人命，谋害当朝大元公子。其三，擅夺侵犯。林浩之妻袁婉宁就是乱臣贼子袁崇焕之女。3罪任意一条，皆可定以谋逆。臣请陛下即刻下旨，将林浩押解进京，交3法司会审。陛下，要为臣等做主啊！犬子就是撞破了那林浩救走侵犯，才被林浩杀人灭口的。陛下，林浩此次绝有反心，他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没有把朝廷法度和陛下放在眼里啊！果真如爱卿所言。钱谦益，林浩在边境浴血奋战，戍边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和来犯之敌拼命，你在后方的暖阁里弹劾他有谋逆之嫌。满将军和那林浩有私交，自然是为林浩说话。你胡说！老臣有几句话想说。钱大人弹劾林浩3大罪状，句句在理，条条有据。但陛下，且不说这些罪状是否属实，就退1万步讲，就算林浩真有谋反之心，此时去捉拿他，不但抓不了他，还会把他逼反呢。此话怎讲？林浩在辽东手握重兵，朝廷拿什么去抓他？派锦衣卫去广宁宣旨，林浩不用拔刀，他的人只要把城门一关，锦衣卫连城都进不去。派边军去剿他，朝廷还有哪个将领敢拍胸脯说能打赢林浩？谁是他的对手啊？林浩是一把好刀啊！他不要朝廷拨饷，以辽东一隅之地就能挡住10万大军。陛下，当务之急是召各路兵马进京擒皇。豪格已入山西，卢象升离得最近，已率军前往，但光靠卢象升一人不足以抵挡。林浩在辽东独木难支，更需要朝廷安抚而非逼迫。若此时降旨封赏，林浩必感念皇恩；若逼急了，辽东门户洞开，箭毒可长驱直入。陛下三思。这老狗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我的全部身家还在京城。钱爱卿的意思？陛下，臣也不是不为大局着想之人，就依孙大人之言，速调洪承畴和左阳玉等部进京擒王。此事暂且先搁置吧。拟旨：林浩收复朝鲜，功在社稷，封广宁伯世袭罔替，仍镇广宁。秦良玉万里复原，忠勇可嘉，封一品诰命夫人。洪承畴、左良玉即刻率部前往山西，与卢象峰合击豪格。其他事情容后再议。大帅，左良玉那边有消息了，他答应北上，但说要等粮草备齐。末将打探过了，他的兵现在还在怀庆府一带晃悠，根本没有要动的意思。我们按时开拔，秦兵在前，他的人在后，他总不至于看着友军在前面拼命，自己缩在后面。见奴南下，吾等秦军应当身先士卒，传我将令，北上秦王。拿来吧！这位爷爷，这是俺们家最后的银钱了，你拿走了，我们一家5口可能会饿肚子。滚开！我让你滚开！军爷，行行好吧，放过翠儿。老东西，再不让开一刀劈了你！放了姑娘。大帅为何救那女子？要我说多少次？只抢粮食和布匹，不要杀人抢人。这些百姓以后还要种地，没人种地，明年咱们抢什么？大人英明。不过大帅，洪承畴那边已经开拔了，咱们急什么？让洪承畴和卢象升先打着，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再上去捡功劳。大帅，皇上连下3道圣旨催咱们北上，您按兵不动，不怕皇上猜忌吗？咱皇上是爱猜忌人，所以当皇上猜忌你拥兵自重的时候，你最好真的拥兵自重，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。袁崇焕就是前车之鉴，他有尚方宝剑，有辽锦数10万军民誓死追随，但他不拥兵自重，所以他死了。你看林浩，他就屁事没有。那咱们怀庆府这地方油水多，咱们多待一阵儿。我有预感，大征之势就要到了。乱世里有兵有粮有地盘的人才能活。我们先把粮食囤足，把兵养壮，等天下真乱了，谁赢谁输还不一定。都师，
前方15连外发现一支蒙达骑兵，押送的副软和抢来的粮食。加快行军，追上去，就地歼灭。遵命。都快点儿！天黑之前到不了大营，就把你们烹了。太君，后面有一队明军咬了上来，大概3、4千人。这一路明军全是望风而死的。原来平原上的明军和牛羊一样软弱。传令，调转码头，冲散明军。遵命。让这群牛羊见识一下，草原的狼人是怎么狩猎的！杀！都师，猛蝶掉头奔着我军杀来了。来得好，等鞑子靠近，弗朗基先开火，然后3排轮射。领命，弗朗基先开火，然后3排轮射。开炮！卢象升带兵进入平阳一带，突袭了错克图，错克图战死了。什么？错克图可是带了2000蒙古骑兵，千真万确。逃回的蒙古骑兵说，卢象升已经进入平阳古堡了。卢象升追得这么快，万一咬住我军，等其他明军合围就不好算了。贝勒爷，卢象升只有3、4千人，要不我军先收拢各部，灭了天雄军，免得被各个击踹。不错，传令，蒙古诸部和包衣停止劫掠，合兵一处，先灭了卢象升。都师，这城墙能挡住鞑子的进攻吗？只要不暴露在野外，在这里坚守待援，还能时不时去袭扰敌军就行。听说是洪大帅和左将军前来，3军会师，定能击退鞑子。等击退鞑子以后，平定刘豹以后，真想去辽东走一遭，去辽东做甚，去认识一下林浩，去见识一下他的新军和新式武器，看看1万人抵挡10万人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。咱天雄军8000大破闯军20万，林浩怕是也不上吧？这不一样，我们这20万是乌合之众。李朝那边10万是精锐之师。都师，事后来报，鞑子大军距此不过50里了。鞑子来得挺快的，全军上城备战。勇士们，前面那座破堡就和明人的朝廷一样摇摇欲坠，它将会在我们的铁蹄之下化为齑粉。传令，包衣为先锋，蒙古诸部为第2梯队，本王亲自压阵，先登者赏银1000两。鞑子4路大军围困古堡，少说几万人，咱们只有几千人。你们怕不怕？不怕！让他们看看咱们天雄军是怎么打仗的。4路大军又如何？打退1路少1路，杀1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。天雄军的骨头，鞑子咬不动。天雄军听令，誓与山西共存亡。誓与山西共存亡。3排齐射，放！
攻下这座古堡，洪承畴5日之内就能赶到山西。不行，奴才明天带人再全力攻一次堡。不行，天雄军不比其他明军，他们火气犀利，战力只比0号的丰燧军略逊一筹。硬攻多尔衮当年就是前车之鉴。那你们说如何是好？直接撤军也不行，直接撤军，卢象升咬住我军一样走不远。抢来的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道这趟就白来了？老臣倒是有一个法子，可破天雄兵。哦，什么法子？贝勒爷，得让晋商来大营一趟。不知索尼大人找在下何事啊？见了面，自然知晓。进去吧。好嘞。范掌柜，这次叫你前来是有件事要和你商量。大人，但有驱使，小人必定赴汤蹈火，干倒屠地。不需要范掌柜赴汤蹈火，只是卢象升到了平阳府，贝勒爷的意思，我们不能跟他硬拼，所以需要晋商们帮忙。需要小的们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卢象升的天雄军缺粮，明天你以晋商的名义去平阳府犒劳天雄军，送几车猪羊、几十坛好酒。犒劳天雄军？索尼大人，奴才万万不敢做这等自敌之事啊！哎，只需要在吃食酒里加点东西，不致命，只是让天雄军拉几天肚子，剩下的事儿就不劳范掌柜操心了。大人，这可是杀头的事儿啊！范大人，你们晋商做的杀头买卖难道还少了？你想想，卢象升如果把我们逼走了，功劳都是他的，不只是功劳，到时候整个山西都是他说了算。趋利避害的道理，想必范掌柜比我还门清吧？奴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粮食还够吃2天了。哼，那又如何？都师说了，咱吃野菜啃树皮，照样追着流寇跑。都师，天雄军都是好样的。兄弟们辛苦了，大家再坚持坚持，要不了几天援军就来。都师，达子撤军了，走去看看。这达子还真退走了。昊天银行今日开业，存银年利5厘，到期本息兑付，童叟无欺。票号给我钱，这不可能吧？乡亲们，听我说，信任是相互的。你们信不过我，还信不过林参将吗？林参将自然是信得过，这关乎到我们的生计。给存银子的倒贴利息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生意？谁说不是呢？你看这银行开业半天，一个进去的人都没有。一会儿要是有人存钱，我直接把门板吃了。我看啊，这林参将打仗是把好手，做生意嘛，怕是亏得什么也不剩了。你们去把箱子打开。锦州总兵祖大豆存银5000两，1年到期，连本带利取回。主帅原话：林参将的买卖信得过。唐副将，快请进，店内已经备好上等的茶叶了。不必了，本将还有要务在身，就不过多停留了。祖大帅说了，谁要敢说3道4，让他到锦州当面和大帅说。锦州总兵祖大豆存银5000两，1年到期，连本带利取回。主帅原话：林参将的买卖信得过。唐副将，快请进，店内已经备好上等的茶叶了。不必了，本将还有要务在身，就不过多停留了。祖大帅说了，谁要敢说3道4，让他到锦州当面和大帅说。那是唐副将。他娘的，这还怎么挡？军队都来了，咱们说破天都没人信。挡不住也得挡。李朝国王李宗感念天朝林参将收复汉城，各存银5万两于昊天银行，以示两国同心。朝鲜金汤远道而来，银行蓬荜生辉，内堂备了茶，喝一杯再走也不迟。不必了，还有要务在身。这掌柜的，你刚才说要吃门板，还算数不？这不可能，这肯定是林浩骗钱的手段。等百姓的钱存够了，他就卷款跑路。对，先拿银子做样子，等百姓的钱存够了，他就卷款跑路。这手段我在江南见过，你们等着，不出1个月，这昊天银行就得关门。掌柜的慢慢吃门板，我们可去存钱了。唐副将和李朝国王都存钱了，这银行本地军队都信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存5两银子，人家不收手续费，还倒贴利息，我也存5两。信用这东西不是嘴上说的，
是真金白银兑现出来的。秦帅，马将军，林参将，送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前面路口吾等就前往粮房口了。粮房口的船只我已命赵磊安排好了，此去四川关山万里，途中若有难处，派人传信知会我便是。白干兵和风遂军永远都是好兄弟。林参将，那个你说的手雷，马将军放心，我已命人将手雷运至粮房口了，将军届时一并带上即可。那就多谢林参将了。告辞。恕不远送。班师回广宁，驾！好饿呀！这大雪封山，连野菜都没得吃了。吃吧，干啥来让你吃？你还发什么呆？李叔，俺好像饿出幻觉了，好多粮食和牛羊啊！什么幻觉？快去报告都师，送粮的来了！都师，外面有商人送来了牛羊、酒水和粮食。走，去看看。各位军爷，辛苦了。草民范永栋听闻卢帅率天雄军在此驻守，特备了些薄礼犒劳王师，都是山西百姓的一点心意。达子刚退走，路上不太平，这些东西送过来费了些周折，所幸没被达子劫去，不然草民也无颜来见卢帅了。范掌柜有心了，天雄军确实缺粮，这些东西本师收下了，全当暂借。他日朝廷粮饷到了，必当奉还。哪里需要还呀？王师保我山西免受达子屠戮，这都是应当的。既然粮食已经送达，小的也先回去了。范掌柜既然来了，就在保中用饭吧，粗茶淡饭，不成敬意。草民不敢叨扰卢帅，铺子里还有账目要理，再先告辞了。而且太晚了，回去路上也不安全。晚了就在这儿住一晚再走，生火造饭。范掌柜，这可是解了本帅的燃眉之急啊！来，本帅敬你一杯。在下不善喝酒，要不以茶代酒？这点薄面，难道范掌柜都不给？难不成？爽快，干！干！俺去放个水。范掌柜，快去快回。放心，我速速就来。范掌柜，您这是？无为，俺去放个水。还以为商人都挺能喝的，原来就这。不对，喝多了能骑马骑这么快，快去报告都师。大帅，姓范的跑了。都师，你瞅瞅，你把范掌柜都喝跑了。是骑马跑的，这老小子还醉驾。不好，酒有问题。别喝了，酒水有问题。大帅，姓范的跑了。都师，你瞅瞅，你把范掌柜都喝跑了。是骑马跑的，这老小子还醉驾。不好，酒有问题。别喝了，酒水有问题。别喝了，酒水有问题。快，速关城门。不行了，我得拉了。天杀的晋商，天杀的范永东，速关城门，速关！怎么这么臭？你们从粪坑拉出来的？奴才在树林里发现的他，这老小子估计拉了一路。这老小子够狠，给他生把火，免得冻死了。瞅瞅他都这样，天雄军估计也中招了。传令，全军出击，拿下平阳古堡！你们拼了！悔之晚矣，悔之晚矣啊！都师末将先走一步了。拦住他，他想自尽。咱们运气好，今天好像是广宁军凯旋的日子。我在倭国的时候就听说柳生三言剑术超群，没想到竟然在李朝被林将军给一刀砍了。还有真田信慎。德川家光钦点的先锋大将也死在了林浩手里，这林浩有点意思。咱们天朝英雄入过江之景，哪里是弹丸倭国能比的？不只是林将军，
父亲和师叔，这些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随便拎出来一个，都能打得倭国闭门锁国。你呀，少贫嘴！这次回大明，你要学的还有很多。那咱啥时候去找林将军？走吧，晚上去拜会林将军，谈好买卖，好早点回福建见郑帅。晚上就能见到大英雄林将军。你呀，这么多年没见你父亲，都没这么兴奋。夫人，参将凯旋而归了！快，扶我出去迎接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我要当爹了，夫人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这不是怕夫君担心吗？不愿你分心他事，从而误了战事。是我亏欠夫人太多，快进屋，也没受凉了。夫君是做大事之人，我只是每日闷得慌，在院子里走走，哪有那般容易着凉？这次回来我就不出远门了，就在广宁陪你解闷儿。别逗我开心了，你呀，注定是过江龙，最多陪我几天罢了。我发誓，我这次肯定多陪你。大哥，陛下的旨意到了，您快沐浴吧，等会儿好接旨。走吧，快去接旨。沐浴啥呀，大冷天的，你也别去，你这大肚子去了还要跪下，我去就行了。老大对皇权一直这样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广宁参将林浩收复朝鲜，扫平倭寇，击退箭图，功在社稷，特晋封林浩为广宁伯。臣林浩，领旨谢恩。广宁伯，请起。咱家在京城就听说广宁伯年轻有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广宁城的城墙比京城还高，街上的铺子比棋盘间街还热闹。广宁伯治理有方，咱家回去一定要在陛下面前好好说道说道。李公公客气，请李公公到后堂歇息，备好酒菜，给公公接风洗尘。那就不必了。广宁伯年少有为，日后封侯拜赛，可别忘了咱家今日的喜钱。恭喜大哥，大哥封伯那是实至名归啊！依我看，封侯都不为过。少贫嘴，走，去把兄弟们叫过来，今天晚上一块吃火锅。就是这里了。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大半夜的不睡觉。叨扰了，这位小哥，麻烦通报一下伯爷，就说福建五虎游击将军郑姿龙有笔买卖，想和伯爷谈判。您稍等。伯爷带回来这土豆，真比糙米好吃10000倍啊！今天只是尝鲜，不能吃太多了。这次回来就要把这土豆大面积推广种植。伯爷的意思是别把种给吃没了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让广宁乃至天下都吃得饱穿得暖。红薯土豆种在地里，比黄金白银还管用。知道了，大英雄，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又在聊正事。明天再去农学院跟宋山长好好聊，今晚先吃饭行不行？好的，夫人，不聊了，明天再说。伯爷，门外有2人求见，说是福建郑芝龙的人，有桩买卖想找伯爷谈谈。郑芝龙，明末的海贼王，他的势力范围在福建和南洋，跟辽东隔着千山万水，派人大老远跑到广宁来见我，难道是为了流离？你们先吃，我去便回。伯爷在里面等您2位。多谢。2位不远千山从福建来到广宁找本伯有何贵干啊？叨扰伯爷了。在下郑帅麾下中军都司师傅。师傅，历史是郑芝龙的核心部下，施琅的叔叔。在下是奉命去倭国接少将军回大明，路过广宁，想和伯爷谈谈琉璃生意。这就是广宁伯，气宇轩昂，不愧是我崇拜的大英雄。郑帅之子，那就是郑成功了，我小时候的偶像。这位就是少将军，小子郑森，在伯爷面前不敢称少将军。哪里，我看咱俩是一见如故啊！真的吗？小子也仰慕伯爷已久。要不是少将军旅居倭国，说他俩认识我都信。伯爷，这琉璃生意嘛，好说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价格嘛就按市场价的70%。那就多谢伯爷了，明日我就派人前来交接。少将军可对海战有兴趣？有得很啊！伯爷您可是陆将，也会水战，略懂1、2，金的拿不下你，都得震惊你一下。还请伯爷不吝赐教。少将军，伯爷战阵之术岂是你能偷学的？我拜伯爷为师，就算不偷学了吧。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这徒弟我就收下了。不是，你俩隔着周瑜打黄渡呢，没听说买琉璃还送师傅的。师叔，你看到没？师尊都收下我了。伯爷，不是在下不信您，可是您战船都没有，还会水战啊？
在下会西洋水战之法。咱们大明水战主要是跳帮和火攻，而西洋水战就分很多种了，比如风帆时代的战列线战术，标准化与模派化后勤，气象学与海图测绘，海军陆战队与立体登陆作战。好了，伯爷，在下信了。您这是？我怕我再听下去，成他师弟了。看吧，师尊是水陆两机作战的天才。怎么感觉你在说我是青蛙？我决定了。你又决定什么了？我决定留在广宁，留在师尊身边，讨学学问。这买卖倒是赚了，还赔了呀！哎呀，我该怎么和郑帅交代呀？这是哪儿？你们带我去哪里？天雄军的将士呢？都师大人，这是在去盛京的路上，世间再无天雄军。范永道，不要食之肉，寝之皮。这卢相生也算是当世名将了，可惜了，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啊！这种人越多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这回缴获的粮食够我们过冬了。天雄军的军械也不少，虽然不如林浩那丝儿的碎发枪精良，但修修补补还能用。还有那些步力，今年冬天科尔沁那帮台籍不会跟咱们哭穷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在朝鲜确实败给了林浩，但多尔衮败得比我惨，被林浩从地道摸进城，里应外合夺了城，多尔衮自己都差点折在城里。他手里只剩几千残兵，连镶白旗的贾拉俄真都死了好几个。咱们虽然败了，但两黄旗的主力还在。这次回去摄政王谁做还不一定呢。贝勒爷说到对盛京那帮老家伙代善济尔哈朗，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都清楚。谁能保住大金的根基，谁才配当大金的摄政王。走吧，回盛京，夺回本该属于本王的东西。告诉兄弟们，城里禁止劫掠啊！遵命。鲍大帅，李自成在西安府称帝，号称50万大军奔着襄阳来了。什么？这天杀的李自成，老子才自称20万，他就自称50万，老子还没开牢涌水呢。大帅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城还近吗？近个屁！通知弟兄们撤！闯贼势大，不宜硬攻。走，回河南。左良玉饭桶一个，望风而逃，我军竟然兵不血刃就拿下了襄阳。都是陛下天威所致，明军皆闻风丧胆。左良玉可不是饭桶。能拉起数十万大军，还不需要朝廷供养，足以证明其能力所在。大胜之际，就别长他士气了。陛下教训的是。好了，襄阳已经拿下，接下来该往哪里打？诸位有什么主意，都说一说。陛下，臣以为当直捣京城，推翻明朝，夺取天下。襄阳一下，河南门户洞开。左良玉虽盘踞南阳，但他现在已是惊弓之风马，未必敢当我军北上。只要北京指日可待。崇祯的根基已烂，京师空虚，洪城筹备豪格牵制，秦王之兵来不及集结。这正是天赐良机，不可错过。牛大人此言差矣。北上兴之固然名正言顺，但沿途并非坦途。洪承畴虽被牵制，但他若回师拦截怎么办？左阳玉虽苟且观望，但他若在我军侧后突然发难怎么办？更不用说北地连年战乱，粮食早已枯竭。江南可是天下粮仓，湖广熟，天下足，武昌、南京皆为富庶之地，且明廷在江南兵力薄弱，只要拿下江南，我军就有源源不断的粮草和兵源。陛下。李严此言看似稳妥，实则舍本逐末。先夺江南，虽然阻力确实比北上小，但打下江南之后呢，还是要北上。我军在江南消耗兵力，明廷在北边喘息恢复，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？要是按李严的法子去打江南，等我们慢慢吞吞打完江南再北上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京城重新集结秦王军，天下变成几方割据之势，大顺一统天下的最好时机就白白错过了。陛下，臣还是那句话，智取京城。京师一下，崇祯一死，明朝就亡了。明朝一亡，江南之地传确可定，何必大动干戈？陛下，江南是我们未来的根本呐！够了，李严，你是不是觉得朕不如崇祯那个废物？臣不敢，崇祯连军饷都发不出来，他能守得住什么？你太小心了，哼，小心的连近在咫尺的机会都不敢伸手去抓。传令，直接回府。你也回家去歇几天再说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夫人，我陪你去街上逛逛吧。我去换一身衣服。
这颜色真好看，夫人，回头给我也做一件这个。我闹着玩的。走吧，回家了。夫人。夫人，我哟，范先生，这是嫂夫人，这么漂亮，怎么没见你带出来？贝勒爷说笑，捉荆起若怕冷，奴才这就带她回去。别急着走嘛，怕冷就陪本贝勒喝2杯。卓姬是山野村妇，不敢叨扰贝勒爷。呸！狗奴才，你的妙计害了多少弟兄？要你老婆赔一碗，不过分吧？贝勒爷，奴才忠心耿耿，是林浩太狡猾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奴才愿意倾家荡产。本乐乐稀罕，你都成太监了，还让你老婆守活寡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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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老爷，呸！便宜你这狗奴才了，走！苍天哪！我为何会落得如此田地？这难道就是报应吗？伯爷，请看，这便是石可法设计的蒸汽断锤，以蒸汽驱动活塞，活塞带动重锤上下往复，比水力断锤力道更大，速度更快，落点更准。这老王头用他造出来的碎发枪管，连续射击100发也不变形。伯爷这边请。这是蒸汽纺纱机，按您给的图纸原理，用蒸汽机驱动纺纱机。目前原型机已装配30个纱地，一个工人一天纺出的纱顶过去30个熟练织工。眼下只有这一台原型机还没量产。蒸汽锤和蒸汽纺纱机马上量产，钱嘛，去昊天银行申请智凯贷款，利息最低档，我特批。你亲自盯着这件事，需要什么直接列出单子，直接找青石，务必保障学院订单。多谢伯爷了。他这是在干嘛？这小子最近在研究氯矾提纯。氯矾是染色、制药、制墨的必需物。我知道，氯矾还有个名字叫氢硫酸。见过伯爷，见过宋山长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小子在研究把氯石提纯。汤神父告诉我，欧罗巴用提纯后的氯石做金属腐蚀实验，我想试试用神油做火药残渣的清洗剂。可以啊，你竟然还认识汤若望？学生在京城时曾随家父拜会过汤神父，他对火器和化学都很有研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学生方以智。方以智，明末4公子之一，物理小型的作者，在历史上就成功提纯过硫酸，还研究过光的色黄现象。比尤顿的分光实验早了整整30年。不止光学，他的研究涵盖了物理、力学、光学、化学，是明末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。伯爷，我来给你画一个蒸炉器的草图，方便你快速提纯。整个辽东都知道咱伯爷是文武全才，你不必正经。那就多谢伯爷了。对了，宋山长，让农学院的学生从今天起就下乡，趁春耕前把种薯发到农户手里，一定要手把手的教。土豆耐寒，红薯耐寒，2样加起来，辽东以后再不会饿死人。民以食为天，在下一定不遗余力。到时候春耕所需的钱粮，我会让银行下乡提供借贷，只收1厘的利息。伯爷收这么低的利息，为何不直接免息？升米恩，斗米仇，免费往往会好心办坏事。升米恩，斗米仇，伯爷这也能算到，神了！硝酸的制法，宋印新在《天工开物》里早就写过了。这下硝酸和硫酸都有了，就能合成火棉。有了火棉，就能附装定装弹药，射速和可靠性将远超黑火药，还能制造威力更强的新式枪械。既然要搞火棉，就得大量收购棉花做原料。有了棉花，不只可以做火棉，还可以做另外一样东西。想我泱泱华夏，明末之时科技都领先全世界，结果被贱奴铁蹄踏碎，整整落后挨打了近100年。还好这一世的历史由我书写。师尊，昊天银行上月存款总额已破90万。
广宁总号存银近50万两，济州分号近20万两。朝鲜汉城号刚开业不久，已经有3万多两了。朝鲜国王那5万两存的是3年定期。秦良玉秦帅从四川老家运了2万两过来，满帅托人存了8000两，说是棺材本，让咱们务必保管好。青石，你觉得昊天银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信用不够广。辽东百姓虽然开始存银子了，但大多数人还是习惯把钱藏在炕洞里。晋商票号已经经营100年，根基深厚，我们暂时还打不进他们的地盘。不对，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信用，是银子。90万两存银听起来多，但大部分已经贷出去给军器局和琉璃厂了。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储户挤兑，银行撑不过1天。所以我们要做2件事：第一，提高存款利息，从5厘提高到8厘，把散户都吸进来，不要怕利息高，银子到我们手里所生出的利润不止8厘。第二，用这批银子去收购棉花，让李德贵去办，有多少收多少。我们要把辽东的棉花全部攥在手里。师尊，咱们收这么多棉花做什么？你去找老王头，让他把军器局后院那间空房腾出来，我要用。都师，末将带人把古堡内外翻了3遍，没有找到卢都师。罢了，这是他的宿命。只是有一点我没想通。哪一点？你看看这些尸体，这些尸体不对劲，有些人手里连刀都没有，有些人倒下的姿势不像是在冲锋，倒像是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就被杀了。天雄军是百战精锐，就算被偷袭，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。这不像是一场激烈战斗，像是一边倒的屠杀。不错，我怀疑天雄军遭了什么人的道。莫非达子用了什么阴招？事已至此，只能容后再议。当务之急，你先带兵北上，迅速夺取宣大，建立防线。记住，沿途一定小心为上。末将领命。滚开，别当道！贺将军在下晋商范永富，卢都师来的时候就是在下劳的军。可惜卢都师不听在下之言，贪功冒进，落得个生死不明。他死不死的管我屁事。不知将军用膳与否？在下已备下薄酒，为将军接风洗尘。我吃没吃管你屁事！再挡道算你个扰乱军制，老子一刀劈了你！贺疯子！呸呸！陛下，天红军击退箭毒已是强弩之末，卢相省贪功冒进，致使数千将士枉死。卢相省若是战死沙场，倒也算条汉子。如今生不见人，死不见骨，臣以为他是畏罪潜逃。放你娘的屁！卢相生哪一仗贪功冒进了？天雄军全军覆没，如今他卢相生若是活着，早就回来复命了。你连刀都没摸过，凭什么说死战到底的将领畏罪潜逃？本官就事论事，本官也为战死的将士惋惜。陛下，眼下最要紧是山西局势。另据军报，豪格已率军北撤，目下太原以南的箭图已被洪承畴所部秦兵及当地组织的乡勇击退，山西暂时稳住。陕西急报，因洪都师率兵主力北上山西，陕西空虚，李贼趁势在西安称帝，国号大顺，改元永昌。贼军主力猛攻襄阳。混账！混账东西！陛下保重龙体啊！襄阳若失，河南危矣。两京通道将门户痛开啊！四川急报，秦良玉率兵东归途中被张献忠截断入川道路，张献忠趁防务空虚，大举入川，连线数城。陛下，臣愿意领兵南下，剿灭李自成和张献忠。陛下不可啊！钱谦益，你非要和我对着干是吗？本官一向刚正不阿，只是陛下，满帅乃京师屏障，箭卢虎视眈眈，满帅坐镇京城，方能震慑北虏。臣以为可命洪承畴率兵夺回宣大。另外，臣举荐兵部侍郎丁启任南下驰援襄阳，丁大人精通兵法，可当此任。丁启任，纸上谈兵的书生，刀都提不动，你让他领兵？陛下，卢相生也是文官出身，不也3000人攻破闯军20万，生擒高英锷吗？闯军皆是乌合之众，臣愿立军令状，率军南下驰援襄阳，与左阳峪合兵一处，3月之内必击溃闯军，收复襄阳。若有差池，臣甘受军法处置。
传旨丁启瑞为都师，率精营南下，驰援襄阳，与左良玉合兵剿闯。告诉左良玉，不要学卢象升贪功冒进，害人害己。此次只许胜，不许败。臣领旨。多谢钱大人的提携，若不是钱大人在陛下面前力荐，下官哪有今日？为国举贤，本官分内之事。大人放心，这次出征的粮饷调度和沿途所捞的油水，咱俩2一天做完。什么有水不有水的，魏军分忧罢了。丁都师此去襄阳，剿灭闯贼，收复失地，乃是报效皇恩的大好时机。至于那些粮饷调度的琐事，户部自会按章办理，不必多虑。明白明白，魏军分忧。师尊，就这一张纸，它的精美程度，这花纹，天下就无人能复刻。等所有人习惯用纸币以后，我们还做什么买卖？直接印钱就行了。想什么呢？这兑换券必须和银子挂钩，大明宝钞知道不？那玩意儿出来以后，相当于掠夺底层人民的财富，无限量的印钱只会加速通货膨胀。啥是通货膨胀？就是钱多货少导致钱不值钱，物价暴涨。大明宝钞就是如此，到最后百姓擦屁股都嫌弃硬，这么麻烦啊！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什么办法？将来等兑换券铺开了，琉璃和其他生意只收兑换券，让红毛番和倭国也认这种纸币。等他们把兑换券当硬头货存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多印一些兑换券。那他们不认呢？那就打到他们认为止。各地分号吸进来的存银，立刻运回辽东，不要留在京城。银子一到，第一时间拨给老王头，让他抓紧把新武器制作出来。遵命。还有，粮房口我准备建一座盖州造船厂和一所海军学院，船厂旁边盖铁厂，就用蒸汽锤断铁。粮房口距离建奴这么近，投入大笔资金进去，风险会不会太大？放心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让建奴知道什么叫攻守易行了。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好了，兑换券的生产你去办吧，记得把工序分开，做好保密工作。徒儿领命。城上的鞑子听着，老子叫贺人龙，秦兵前锋，奉洪都师之命来收宣府。你们那个什么想起来了，河洛会，赶紧给老子滚出来受死！老子赶时间，还要去大同。怎么回事？城下有一位名将，自称是贺人荣，叫骂半天了。你就是河洛会啊？你这鞑子生的是细皮嫩肉的，怪不得豪城把你看家护院。敢不敢下来跟老子打一架？你赢了，老子立马称这宣府还是你的；你输了，老子留你一副全尸，省得刀碎了喂野狗。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后金，必须凑1万人才敢接战吗？给我兵器，老子下去劈了他！来得好！有点东西，但是不多，找死！替卢都师还的。河洛会已死，开城投降，饶尔等不死。我真死了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跑吧！一次性6连发，虽然射程短，但是30步内打面甲和皮已经绰绰有余了。这次辛苦了，多亏伯爷的火棉和蒸汽锤，不然老朽哪里造得出来这子弹和枪管？我就是抛砖引玉的角色，重要的还是靠你们这些匠人。能快速投产吗？这昊天转轮手枪的零部件倒是简单，就是这造子弹的铜，有银子都不好买。铜的熔点低，铁子弹现在根本造不出来，但是铜就是钱，市面上不好收购啊。有了，先用现有的铜造着，能造多少造多少。行，那后面呢？后面嘛，就去抢。抚顺的倾国有座山叫红透山，因为全是铜，所以整座山都是红的。伯爷是准备北伐抢矿？对，
红透山就在河图阿拉那边，这次我要打到河图阿拉去。行，大概多久出征？2个月后吧，春耕结束了就出发。2个月内你得给我造1000支手枪，子弹和手雷能造多少造多少。伯爷，夫人要生了，您赶快回去吧。走。昊天银行年利8厘，存银生息，稳赚不赔。走过路过别错过啊！年利8厘，还有这等好事儿？这昊天银行真是8厘年利？可不是嘛！现在上哪儿存钱能有这好事儿？8厘年利，存100两银子，1年就净赚8两。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，净赚8两。山西票号存银子还要收保管费，昊天银行不但不收，还倒贴利息。存5000两，这是第2笔。管家请收好，此兑换券不注明不挂瓜，谁拿着都能兑银子。取钱时每两收取1厘火耗，就是手续费。存满1整年免火耗，损坏本银行概不负责。 5000两存满1年，年利8厘，到手利息就是400两，扣除取钱时1厘的火耗不过50两，净赚350两。山西票号存银子得倒贴好几十两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钱管家呀！怎么，你们也来存钱吗？你们户部能来存钱，我们就不能来存。京城现在谁不来存钱？这钱存的比买田收租还划算。少你的。 谢谢老爷。这是上个月那批丝绸的货款，这是12000两，你点点。走，咱们去换成银子。换那玩意儿干啥？这个多方便。也是。那我就在此别过了。好，下回丝绸到了货，咱们还在这里喝茶。昨儿东家结公存。 给的竟是昊天银行的票子，说是以后都这么发，这玩意儿能用吗？咋不能用了？今天俺还拿着买包子呢。下回东家发供水，要是也给我这个就好了。而来，前锋已过许昌，距朱仙镇不足200里。陛下，应当立即停止攻城，全军北上朱仙镇。朱仙镇是开封门户，我军以逸待劳，然后派人在夜里摸到明军后方挖百里壕透。先生觉得呢？明军号称20万，其精兵不过左良玉所部数万，剩下的都是临时拼凑的杂兵和民夫。我军只需日夜轮番骚扰，再截断粮道，他们便进退不得。届时20万大军不战自碰。好，停止攻城，拔营前往朱仙镇。诸位。 贼军不过是土鸡哑狗罢了。高迎熙当年号称30万，卢象山3000人就把他生擒了。如今我军20万，何足惧哉？本都师主张主动出击，一鼓作气，剿灭闯贼。都师万万不可啊！怎么，左将军有何高见啊？都师，此一时彼一时。我军虽号称20万，但多是沿途拼凑的杂兵，真正能打的没几个。末将以为当务之急是稳扎稳打，利用兵力优势守住各处隘口，以逸待劳，待贼军粮尽自退。 我看你是被闯匪吓破胆了，我意已决，3日后和闯军决战。哼，左帅，这丁启瑞比咱们还会捞油水，本来可以提前进入朱仙镇，他非要每到一线先争粮饷，他会捞个屁！老子知道什么时候该捞，什么时候不该捞。一个人不知兵的文人指挥战斗，这仗能打赢就有鬼了。那我军现在怎么办？通知兄弟们，一会儿拔营撤军。
这可是重罪！哼，狗屁！跟着这个不知兵的文人才是重罪。子时一过就走，去山东。山东富庶，没有闯贼，也没有建炉，去了那里就是土皇帝。等中原打完了，不管谁赢，都得来求老子。遵命。这一趟下来，剿贼的功劳还没到手，银子倒是先赚了不少。等打完仗，这些珠宝正好带回京城给钱大人尝尝鲜。大人英武盖世，此次剿贼定会马到成功。报，都师不好了！左良玉带着他的几万兵全跑了，营盘都空了。都师，杨文彦、虎大威等部也开始后撤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也快撤，免得被包围了。你速速将财物押运进京，不得有半分闪失。遵命。恭喜伯爷，贺喜伯爷是个男孩。夫人辛苦了。夫君，给咱孩子取个名字吧。就叫林靖川吧。靖是平定安民的靖，靖国英雄的靖；川是四方之川的川，靖川取平定四方之意。林靖川。夫人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恭喜伯爷！事情办妥了吗？伯爷，风随军已扩充至1万人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立刻还能再招募数万。辽东百姓听说伯爷要北伐，争先恐后报名参军，挡都挡不住。兵不在多，在精。1万两银子养1万人的兵和养1000人的兵是2个概念，前者是乌合之众，后者是百战精锐。便交，这次成立的龙骑兵由你负责，就按我教你的，远攻用长筒，近战用左轮。哥放心，这次挑选的龙骑兵个个都是好手。韩老哥就负责新兵的火器训练。末将领命。2个月后，发兵夺回沈阳中尉。不应该是盛京吗？哼，盛京是贱奴取的名字，不算。在我这里，他从来只有一个名字，沈阳中尉。那是大明的沈阳中尉，是辽东都司的治所，从洪武年间起就是我大明的疆土。好了，你俩回去准备吧。是。今日点将，赵敢为副将，协助我统领中军遂发枪营3000人。曹变交为龙骑兵统帅，率1000龙骑兵为先锋。韩润昌为远程火器营统帅，统领1000火炮支援部队。赵磊统领新军3000人为后军。陛下，朱仙镇大败，明军20万大军被李自成击溃，总督杨文悦自刎殉国，总兵胡大为战死沙场。怎么可能？20万大军怎会败得如此之快？左良玉带着数万人趁夜往山东方向去了。杨文彦和虎大威就是因为左良玉临阵脱逃，侧翼空虚，被闯军包围。又是左良玉。丁启瑞呢？丁启瑞和左良玉一块逃了。传朕旨意。丁启瑞临阵脱逃，丧失辱国，即刻索拿进京，交3法司严办。钱谦益举荐视察，革职为民，永不录用。臣领旨。传令下去，将孙承宗到暖阁来。孙阁老，杨文才战死，虎大威战死，丁启瑞朕已经抓了，钱谦益朕已经罢了，但左良玉朕该怎么处置？陛下，逼他就是送他给李自成，拢着他，河南还能守几天？何其荒谬！罪魁祸首罚不得，还得赏。朕是大明的皇帝，朕竟要加官进爵给一个逃将。孙阁老，朕窝囊。懿旨。左良玉前荡寇将军，仍镇河南，督斩闯贼，便宜行事。臣遵旨。陛下，左良玉骄横未战，朱仙战将是他临阵脱逃所致，封赏未必能换他死守开封。臣举荐一人，或可与之并立，牵住这匹野马。谁？孙传庭。你们干什么？不知道这是钱大人府邸吗？找的就是钱谦益。骆大人，无故闯入朝廷命国府邸，出手伤人，这可是重罪。传陛下口谕：钱谦益举荐视察，指朱仙镇大败，得礼部尚书衔，削职为民，官复印信，即刻收缴。骆大人，丁启瑞是蠢货，管本官何事？本官兢兢业业，两袖清中，在朝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陛下就凭一个丁启瑞便罢了我的官，我要见陛下。钱谦益，都是同朝为官的狐狸，您装什么呢？速速把官复印信交给我，我好回去复命。您是要命还是要官？速速取我官服来！哎，那本官就不打扰了。
大人眼下该当如何？走，去江南。陛下越来越多疑了，今日罢我的官，明日就可能要我的脑袋。我不在朝堂，那些政敌随时会翻出旧案来弹劾我。你把京城财产折成昊天兑换钞。遵命。赵敢为副将，协助我统领中军遂发枪营3000人。曹扁交为龙骑兵统帅，率1000龙骑兵为先锋。韩润昌为远程火器营统帅，统领1000火炮支援部队。赵磊统领新军3000人为后军。末将遵命。郑森，学生在。今日北伐，你就跟在我身边当亲兵。虽然我现在没有水师，但是我会让你亲眼看看咱丰遂军的仗是怎么打的，还有打仗的时候自称改一下。末将遵命。今日之北伐，不只为了收复失地，是要让贱奴把欠辽东的债、欠大明的债全部还上。血债就要血来偿。众将士听令！在！驱逐贱奴，恢复辽东！驱逐贱奴，恢复辽东！大明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这明军不过区近万，风法云攻城需3倍兵力，我军城中包衣加镶蓝旗就有15000人，他林浩才不到10000人，这不是来送死吗？贾老大人，末将愿率1万精骑出城野战，让林浩见识见识镶蓝旗的铁蹄。不可，林浩是有2把刷子的，他的火器极其犀利，出城野战正中他的下怀。那就这样被他围着，我军只需坚守。海州城墙虽不如后世，但也不是几千人拿嘴就能啃下来的。我已经命人快马去沈阳给基尔哈鲁旗主报信，3日之内援军必到。这鞑子龟缩在城里，就以为我拿他没用办法了吗？传令火炮给我里里外外洗一遍地，末将保证给鞑子洗舒坦。炮兵听令！改良炮弹威力也太猛了，城墙都轰塌了。这有啥？还有炮弹能把这座城夷为平地的，那不是神仙手段吗？好了，传令，兵贵神速，龙骑兵趁着敌军大乱，从城墙豁口冲进去。遵命。还是炮兵好玩，天天打炮。瞅瞅咱兄弟几个都快感染寒山了。鞑子不出城，难道还要咱兄弟骑兵攻城啊？鞑子城墙塌了，我也让兄弟们列阵冲锋。破城了，这才半天不到。阿珍，咱撤吧。那几个鞑子，放下武器投降。我是镶蓝旗的牛鹿张京乞图儿，名将可敢和我一战？你们明人就这么没胆子吗？今天没空。下次一定啊，一个不留。赵磊，你和老韩去张贴告示，就说大明丰遂军来了，汉人的天回来了。
只要他们把帮助过鞑子的汉奸全部举报出来，重重有赏。得先杀几个立威，不然百姓不敢。他怕我们走后被报复。行吧，你和老韩去办。遵命。冤枉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冤枉个屁！在场的商人官员，哪个不是血战累累？就拿你来说，赵启敏，原大明辽东都司经历，建都破城后率先投敌，献城有功，被皇太极授为镶蓝旗褒扬邦。你替建都管了多年的征粮，逼死过多少汉人百姓？你自己说。在场所有人，证据确凿，按律当斩，即刻行刑。积压了半辈子的心事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伯爷，诸位百姓，我叫林浩，大名广宁伯。这次带兵北伐只做3件事，那就是杀人、杀人，还是他娘的杀人，杀那些该杀之人。现在颁布第1条法令，那就是替变令。今儿子时凡流变浊，杀无赦。第2道法令，所有汉奸家眷以及后进鞑子，全部送到棉农场和盐场矿场赎罪。第3条法令，举报汉奸赏银10两。头剃干净了吗？白天走在海州城里，那满大街的光头晃得我都睁不开眼睛，感觉进了和尚窝。很好，休整2日，等弹药送来了就进军辽宁。圣旨递到天牢的那天，孙传庭已经在牢里待了2年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便接下圣旨，因为他知道大明的天已经塌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，他必须来扛。孙都师，孙都师，陛下还在午门等您呢。公公稍等，在下即刻沐浴后，便前往兵部换甲。有劳孙都师了。孙传庭，朕2年前收走你的盔甲佩剑，今日还给你了。陛下，朕知道你心里委屈。这3000经营是朕最后的家底，朕把他们交给你了。陛下放心，臣誓与河南共存亡。有爱卿这话，朕也就放心了。此去河南，朕赐你尚方宝剑，你也好便衣行事。如若有机会，便斩了那左良玉。陛下，此地是不是说这个的地方？无妨，都是朕的禁卫。那臣就出发了。陛下保重龙体。那就等爱卿的捷报回京了。速去通知贺仁官和左良玉，10日之内必须赶到真定府集结。遵命。全军出征。报，海州城失守，古尔马恨战死。怎么可能？古尔马恨带的可是精锐，不可能1天都没守住啊！明人火犀利利，直接将城墙都轰塌了。我们的勇士在城里还没来得及上马，就被明军冲进城中。全军安营，停止行军，就在辽阳城外安营。遵命。阿豪，为何停止行军？海州已经没了。这么快？古尔马洪也是饭桶一个。那我军现在怎么办？林浩此人果然非同小凯。他再怎么说也只要1万不到的军队，不行，我带兵快速突击。不行，3万人和15000人在林浩的火拼面前，就算射2轮和射4轮的区别。更何况我军目前已失先机，难道直接撤军？这可是奇耻大辱！我研究过林浩的打法，我们可以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速速命人回圣丁，告诉豪格和多尔衮，还有各个旗主，此时不是内斗和明哲保身的时候了，现在是关乎后都国存亡之时了。全军城下挖壕沟，学林浩的打法，人躲在壕沟里，壕沟外面放巨马。另外，你再带3000旌旗绕到林浩后方，切记，不可恋战，只可袭扰。只要抢了林浩的粮草，就地焚毁。遵命。去吧。阿布卡恩都利保佑后金。这个济尔哈朗有点意思。
可惜只学到了皮毛。传令下去，各将中军大帐议事。是。济尔哈朗想复刻我们在李朝的防守办法，让我军投鼠忌前。大批骑兵行军痕迹出现在辽阳城西北侧，估计想截断咱们粮道。管他呢，咱们一力降实惠。老韩先炮轰达子阵地，然后我带人冲锋，直接拿下辽阳。不可，这样伤亡太大，还是请伯爷拿主意。达子虽然学我挖战壕，但也不看看地方。辽阳在辽河下游，此时正值汛期，咱们可以来个水淹七军。水淹七军，不错。赵磊，你领2000人连夜赶往辽河上游，堵住河道，等我的命令。末将领命。曹变蛟，你带龙骑兵去歼灭绕后的达子，确保我军粮道安全。末将领命。韩润昌，你的炮兵就负责吸引对面注意，不用猛攻，省着点打。末将领命。诸位各司其职，3日之内总攻，以免迟则生变。遵命。还请贺将军速发兵前往真定府。孙传庭，他娘的，光让马儿跑也不给马儿吃草。老子在宣府城下一枪挑了河洛会，结果呢，老子连个屁都没捞着。左良玉那个逃跑将军他倒好，升了荡寇将军。回去告诉孙传庭，老子哪儿都不去。他孙传庭算什么东西？刚从诏狱里放出来就想使唤老子，让他去洪都师那儿请令。没有洪都师的亲笔调令，老子一个兵都不动。遵命。什么玩意儿？45度，一轮发射。明军开炮了！蹲下！这壕口好啊，明军的火器都打不到俺们。等他们冲锋了，就让他们尝尝我这鸟冲的威力。明军现在只敢发射火炮轰击阵地，效果还微乎其微。哈哈，林浩啊林浩，自己战术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旗主英明，林浩现在别说攻城了，他连城外的包衣都吃不下。1万人打3万，来了就是送死，他不来就是整死。等援军一到，里外夹击，林浩插翅难飞。走，旗主，咱喝酒吃肉去，就让林浩在外面自己玩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走，喝酒。都麻利点，弄结实点，到时候给达子喂个水饱。好嘞。豪哥，你在朝鲜先跑了，还有什么脸站在这里跟本王争摄政王？我跑了？你多尔衮差点死在景福宫里，镶白旗死了多少人？你还有脸说我上王当？够了！报！海州急报，海州失陷，林浩率兵近万，半日破城，孤儿马洪战死，守军全军覆没。半日，全军覆没。就算是2万头猪守城，也不至于半日就破了。请各位旗主速发兵辽阳，辽阳之后就是盛京。济尔哈朗呢？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各位旗主不要再争摄政王了，此战关乎大金国存亡，请各位旗主速发兵辽阳。豪格，这次咱俩先算平赏，得以大局为重。海州丢了，辽阳不能丢。辽阳丢了，盛京就保不住，大金就真的到亡国的边缘了。举国之兵，和林浩决一死战。满蒙各旗迅速向盛京集结，所有能上马的男丁全部随征。额娘，我怕。别怕，有额娘在。报，他马在10里外发现明军粮草。勇士们上马，高阳出现了。
师尊也真是的，非要我来压梁，也不让我上阵杀敌。有鞑子，有上千鞑子向着梁队来了！有鞑子，可以杀敌了！等等，几千鞑子，我才300人。步兵对骑兵，步兵对骑兵，快将梁城围成一个圈！草原上我们是逃不掉的，就殊死一搏！勇士们，杀呀！兄弟们，横竖都是一死，杀一个够本！开火！鞑子走得很急，连做饭的家伙事儿都没带。鞑子骑兵痕迹向着西南而去，追！干你娘！那是什么？龙骑兵，杀敌！是龙骑兵，是曹大哥的龙骑兵。
人也太猛了吧！伯爷，赵磊派人来传信，辽河上游的堤坝已经堵了数日，水位蓄到了极限，随时可以开砸。撤军到10里外山坡上去。遵命。拔营，后撤。报，林浩大军撤军了。林浩撤军了。你看他撤军的阵型是慌忙后退，还是不紧不慢？林浩是不紧不慢拔营后撤的。旗主我军要不要跟上去突袭林浩？如果他是慌忙后退，我还担心其中有诈。这下看来林浩是撑不住了。我军追还是不追？当然要追，不过不是现在。现在出去容易被林浩炮轰，再等3个时辰，我们出去死死咬住林浩。明军真的退走了？明军天天放炮，又不敢进攻，不还会能干嘛？在这浪费粮食吗？你们也是运气好，当了旗主的包衣。旗主那可是大金第一帅才。水，大水！败了，我们败了。旗主，我还是败给了林浩啊！旗主，盛京的援军就快到了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有预感，大金国这次有大难了。等洪水退去，收拾残众，往盛京方向撤退吧。林浩啊，林浩，你是哪里蹦出来的妖孽呀？旗主，旗主！八旗的巴图鲁们，都睁眼看看这8面旗帜。八旗什么时候同时为一个敌人集结过？从来没有。今天8旗齐聚，是因为林浩欺人太甚。他炸了我大清的福陵，杀了先帝皇太极。最可恨，他竟然踢了我们满人的辫子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女真人，是生下来就骑在马上、死在马上的女真人。女真人满万不可敌。今天我们10几万巴图鲁站在这里，天下谁能敌？林浩只有1万人。勇士们，马踏辽东，击败林浩，夺回属于我们女真人的荣耀。阿布卡恩都里与你们同在。伯爷，城中鞑子已全部肃清，蒂尔哈兰跑了。无妨，辽阳夺下以后，盛京已无屏障了，城中尸体掩埋掉，以免发生瘟疫。遵命。启禀伯爷，探马来报，鞑子10几万大军向着辽阳而来，看来鞑子这次是倾巢而出了。要不复刻上次在李朝的打法？多尔衮吃过灵宝的亏，这次绝不会给我们充足的时间从容修筑工事。若弃城撤退，10几万骑兵追杀不足1万人的步兵，我们在旷野上撑不到海州。那怎么办？辽阳的城墙已经塌了大半，修饰来不及了。我军现在进退不得，野战打不过，守城守不住，只剩下一个办法：引敌军骑兵进城。引敌军入城？对，有一种战法叫巷战，伤亡不可控，局势不可控，基本上就是殊死一搏。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城里的废墟和狭窄的街道能让对面的骑兵失去冲锋优势，狭小的巷子让对面10几万人无法展开兵力。都听伯爷的。传令，全军在城中主要街道布置巨马和绊马索，把废墟里的断墙加固成掩体，让兄弟们现在去熟悉每一条巷子的地形。韩老哥，你带炮兵和所有火箭炮立刻撤回海州。啊，又是我先跑啊！上次烽燧堡大战我就先走了，我不走，这次我要留下。炮兵现在是我们的命根走，摆在城里打巷战发挥不出优势，顶多射几轮，敌军就冲到眼前了，被摧毁的风险太大。就是，俺也一样。好了，就这么办。传令给曹变交，龙骑兵绕后奇袭圣兴，袭扰对面粮道，其余人按我说到做。这一战关乎整个辽东的局势，这是决战。末将遵命。曹大哥，你刚刚也太猛了，
你就这样，几拳就把达子将领打死了。冒昧的问问，你和师尊谁强？大哥枪法比我准，刀法、拳脚功夫和长兵器就不如我了。但是大哥强的是谋略和脑子。风碎军英雄真多。曹队长，辽阳已破，多尔衮10几万大军南下，伯爷命你等速前往盛京方向，袭扰达子后方。好，你压你的粮去。哦。哎，羡慕啊！我也想杀敌啊！他娘的，假惺惺的让老子去领赏，原来是他娘的鸿门宴！来人，大帅，传令全军掉头回山东，告诉孙传庭，我军粮草不够，等凑够粮再动身会师。遵命。都师，贺仁龙说梅洪都师亲笔调令，他不动，他还把左良玉升官的事搬出来，说自己镇占河洛会，却连个屁都没捞着，岂有此理！这贺疯子，家国大义面前还在争名夺利。左良玉呢？左阳律说自己粮草不够，需要征集粮草才能出发，还说让孙都师稍安勿躁。陛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大明的将军，一个要名才动身，一个要利才调兵。他们不来，我们自己打，就地招募乡勇，真定布防。我军不能再孤军深入了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在真定各乡张贴告示，招募乡勇。真定城南加固城墙，正外挖3道壕沟。记住，我们身后是京城，我们没有退路。贺仁龙、左耀玉忘了自己是名将，我们没忘。末将领命。你们说林浩还在城里吗？怕不是趁洪水退后就跑了吧？附近没有大军行军的痕迹，林浩这厮肯定在城里。林浩这是在玩空城计呢。那还等什么？冲去杀了林浩！本王恨不得食其肉！万万不可！林浩诡计多端，肯定有诈。林浩在给我们唱一出空城计。林浩这是想学诸葛亮啊！可是本王不是司马懿。就他这点小伎俩，还想吓退我10万大军？要不还是先围住辽阳，再从长计议吧。你知道个屁！10几万大军一天的粮食，你知道是多少吗？豪哥说的对，我们10几万大军只要进了城，一人一口唾沫，也能把他林浩淹死。传令全军冲进城去，不留活口。都快点儿，举马鞍见识点儿。启禀伯爷，达子大军已经到城外了，全体隐蔽，布阵。听说这次达子有10几万，怕个盼啊！咱风碎军就没打过败仗，知道为啥不？为啥？因为伯爷神机妙算，这次就是再给达子来个盆中捉王八，叫瓮中捉鳔，还盆中捉王八，不都是一个意思吗？你们几个去那边，我们几个去这边，见到盛明军队一个不留。是，杀达子！有埋伏！杀！最大限度
继续干掉他们！林浩，可赶出来与本王一战！藏头露尾的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出来！王爷，先出城吧。城里我们斗不过林浩，地形我们没有任何优势。撤吧！城里别说10万，20万也打不过。林浩，你个卑鄙小人！全军撤退，先出城。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还是围困辽阳吧？不行，满蒙联军人数太多了，时间一久，粮草不及，容易不战自溃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道回圣经啊？死了这么多兄弟又回去，那我们出来干什么？出来送死的吗？其实林浩这人也并非没有弱点。什么弱点？百姓。林浩太把这群百姓的命当回事了。我们可以从这里做些文章。不错，我们可以拿辽东汉人百姓的命威胁林浩出城投降。他不出来，我们就每隔1个时辰屠一批人。以林浩的性格，他肯定会出城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传令，去把汉人全部抓起来，押到城外来。我要让林浩看看他在乎的东西是怎么被我毁掉的。属下领命。大人，奴才们没犯什么事儿啊！管你犯什么事了没有，全部抓走！启禀娘娘，辽阳丢了，镶蓝旗全面溃败。多尔衮呢？摄政王目前正在辽阳和敌军激战，不过好像并没讨到便宜。滚吧！这，奴才告退。切尔图，奴才在。去备车，我要带福临回赫图阿拉。福晋不可啊！皇上怎能离开圣经啊？我信不过多尔衮他们，那几个全是林浩的手下败将。我儿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，快去少废话，备车。这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全军继续前进。报，草原上发现一支鞑子部队，大概2000人左右。是运粮队吗？不像，兄弟们不敢靠近，只看到押运的士兵都穿的黄马褂。管他的，先灭了再说。追上去，保不齐是条大鱼。一起，有明军保护皇上。怎么回事？福晋，不好了，有明军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有明军？这可是圣京城外啊！快，掉头回圣京！来不及了，护驾，护驾，快护驾！开火！别怕，别怕，有额娘在。里面坐着什么人？我数3个数，立刻下车。1，本夫竟是大金先豪皇太极的遗孀，科尔沁博尔吉伊特氏大玉儿。你是皇太极的媳妇儿，那这小崽子就是鞑子皇帝？大胆！他是大晋的汗，说话放尊重点。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？你现在是我的俘虏，要不是看你娘俩是妇孺，我都一刀劈了你们了。将军，本福晋可以跟你走，福临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你若是条汉子，放孩子一条生路，要杀要剐，冲本福临来！打住啊！别道德绑架我，我们现在是敌人，我可不管不了那么多。那你想怎样？放心，不会杀你们的。抓了个鞑子皇帝，保不齐大哥封侯，我封伯，带走。这次赚大发了。
你照看好福临。父亲，您这是？我去给福临谋个生计。将军有令，乱跑就把你们绑了。我要见你们曹将军。福晋这么晚找本将有何事啊？这女达子想干嘛？曹将军，这一路疾驰，想必也是辛苦。不辛苦，杀达子是人生的一件趣事。曹将军年纪轻轻便统帅龙骑兵南征北战，英雄出少年，本孤兵佩服。你想行刺本将？你弄疼我了。哼，我没弄死你都算好的了。说吧，你到底找本将何事？我有点冷，想要来将军这儿找点温暖。哦，你看来是早有预谋啊！你等着。他看出来了，不管了，先拿下他再说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说冷吗？怎么还在这儿解扣子？我其实是想……你是在耍我是吧？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去睡觉！陛下，开封城破了，河南大片土地沦陷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派孙传庭去剿匪了吗？怎么河南沦陷了？陛下，孙都师每天都向户部要钱，户部哪里还有钱啊？库房里空的能跑耗子。他不是在真定募兵的吗？怎么还没出兵剿匪？陛下，孙传庭新兵训练不足，粮草不足，贸然出击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他说还要在真定加紧操练一些时日，也好等待朝廷拨饷。等待朝廷拨饷。陛下，孙传庭怕不是在拥兵自重。他若是想打，3000人也敢打；他若是不想打，给他10万大军，他也嫌少。如今孙传庭每日向朝廷要银子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在跟闯贼暗通规矩？孙传庭现在到哪里了？孙传庭仍在真定府。他在真定作甚？朕把他从诏狱里放出来，是让他去剿匪的。如今开封丢了，他还在真定作甚？传朕旨意，让孙传庭速速与李自成决战。陛下，眼下不是决战的时候啊！再不收复河南，秋粮收不上来，户部就真的名存实亡了。我意已决，让孙传庭必须出战收复河南。迅速打扫战场，达子保不齐会卷土重来。这小子这么快就回来？大哥，我回来了，我还给你带了个达子娘娘和达子皇帝回来。福临，大玉儿电过大明广宁伯，还请广宁伯放我娘俩回去，我定会罢兵休歌，让两国重归于好。娘娘，你怕不是在说笑啊？我们两国水火不容，注定你死我活。你还是先安心休息吧，至少目前你们是安全的。报，达子大军在城外叫阵，还带了很多百姓。走，去看看，把他俩也带上。这些人替你死，你开城投降，本王饶他们一命；你不开城，本王每隔1个时辰就杀一批。多尔衮，你听着，你敢杀1人，他日我定当变10倍奉还。你屠了这里的汉人，我便屠了你女真全族。对了，你看看这是谁？怎么回事？福临和大玉儿怎么在城墙上？林浩怎么做到的？王爷，城上的大汗和福晋是假的。放屁！真的假的我看不出来啊。那女人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她站那儿我不用看脸都知道是她。王爷，只要您说是假的，她就是假的。
倘若大汗出事，那都是圣经那群老臣保护不周，罪魁祸首还是林浩。没了大汗，王爷就真的高枕无忧了。不行，大玉儿是本王提理之人，他不能出事。那就先和林浩谈判，归还一半的百姓，让林浩先放福晋。福晋回来后，王爷再做打算也不迟。林浩，本王与你做个交易，你放了福晋，本王放了这些百姓，你我各退一步，如何？大哥，交换人质有风险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答应过他们，汉人的天回来了。当年萨尔浒之战后，他们被抛弃了一次了，这次说什么都不能再抛弃他们了。而且这个小皇帝对我们来说用处不大。对，伯爷说的对，留着我们娘俩用处不大。多尔衮可敢城下一叙？有何不敢？撤！你就是曹变蛟吧？听说你打死了费扬武，可敢和老子练练啊？打你如屠猪宰狗，轻松加愉快。林浩，别来无恙啊！风水轮流转，转得可真快。想不到你一个边军破户，现在都成伯爵了。怎么样？没有兴趣加入我大金？我保你封王。那我还真得感谢你们啊！杀了你们这么多人，我才混到了伯爵。不打嘴仗了。为表诚意，本王先放一半百姓，你先放了大玉儿。百姓进城需要时间，我们也需要等老韩，这方法可行？可以。不行，我要和福临一起走。傅林是大汗，林浩不可能先放了他。听话，先跟本王回去。我不走，我要和我儿在一起。你这样，我们谁也走不了。林浩，本王给你个忠告，你太在乎这些猪狗的死活了，这样会害了你。多尔衮，你们女金人是不会明白的。你问我为什么在乎他们的死活？因为我们是汉人。哼，废物！带福晋下去休息。福晋，请。多尔衮，你什么时候换回福临？换回福临，本王只在乎你。林浩在城里杀死了我们的大汗，本王没能阻止，痛心疾首啊！不，你说谎！多尔衮，你个说谎！福晋受到了惊吓，带他下去。勇士们，为大汗报仇，全军出击！老大，鞑子进攻了！该死，多尔衮根本不在乎福临的死活。全军上城墙，掩护百姓入城！开火！出发！我不走，林浩孤军深入，管我等何事？这才休息了1刻钟不到，腿都还没缓过来。大帅，不走了。傅宇，无刀坠地，双臂已折，面颊尽裂。今日此地便是刘某毙命之所。大帅，
再坚持一下，援军就快到了。哪里还有援军？你且自行突围去吧。不，大帅，我们一起突围。5000弟兄啊，被杨高内斯白白送掉性命，你速带亲兵拼死向宽甸方向突。若得归见天子，待我奏明，留听立即非战之罪，唯恨不能提到，再斩贱奴一级。哎呦，别打了，舅父别打了！林浩的风碎军在前线流血，你在这喊累，再有下次军法从实。外甥不敢了。哼！林浩，曹边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呀！差点意思啊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！这小子太猛了，打不过，得跑。还想跑？广宁伯以身诱敌，今日定当毕其功于一役，彻底消灭贱奴。儿郎们，随我冲锋！王爷不好了，北面出现上万明军！怎么可能？哪里冒出来的上万明军？看旗帜是关宁铁骑！啊，迎敌！王爷，我们只剩步兵了，步兵也得上！徐进弹幕！看不见我。不许退，顶住，给我顶住！王爷挡不住了，主力都在城内，咱跑吧！舅父，城外的鞑子溃退了，要我带人追击吗？穷寇莫追，先进城。鞑子8体主力都在城里。好，儿郎们进城。我等愿降。锦州伯千里驰援，解辽阳之围，林浩感激不尽。广宁帮哪里的话，当年若不是你，在下也封不了锦州伯啊。林伯爷，这几日人不卸甲，马不卸鞍，从锦州一路狂奔，累死了好几匹好马，就一句轻飘飘的感谢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外甥吴三桂，三桂，快来拜见广宁伯。拜见广宁帮，就是历史上那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。
贪财好色。多谢吴将军。这次出兵的开销用度，全部由我丰税军承担。缴获的军械、战马、粮草，你我两军平分，如何？这还差不多。我等前来可不是为了这些秦粮。广宁伯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进军沈阳。伯爷，沈阳虽然此时兵力空虚，可城高池深，弹药已经捉襟见肘，此时强攻受惊，恐怕力有不助。我知道，但此时罢手，等后金缓过劲来，召回溃散残部，再想打下沈阳就难如登天了。老大，这小子装死，被兄弟给揪了出来。汉人范文成叩见林伯爷。汉人范文成啊，久仰大名，来人，拖下去砍了。伯爷饶命！伯爷饶命啊！伯爷是想拿下寿京吧？多尔衮这次带了全部主力出来，连阳一战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盛京就只剩多提手下不到2万的兵力，还多是老弱。伯爷现在乘机攻取盛京，盛京指日可下，指日可下呀！你说的这些，用屁股想都能想到。伯爷，小的有一计，可兵不血刃，直取寿京。哼，你还是留着给皇太极相机吧。拖下去砍了。等等，我改变地界了。多谢伯爷，谢伯爷，多谢伯爷。我改变地界了，把他凌迟了。好嘞。锦州伯，您看我军休整一日，明日拔营北上如何？先围住盛京，伺机而动。也好，就这样办吧。鳌拜呢？范文成呢？兴许是走散了。你我争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被林浩逼到这步田地。这几年的雪一年比一年早了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先回盛京，把能收拢的人全收拢起来。盛京城墙可不是临阳海州可比，多动还有2万人，加固城墙，挖深壕沟。大雪将至，林浩大军深入，粮草补给拉长，天不亡大京啊！寒冬一至，林浩到时候必定退兵，我们便能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。贤侄，粮草只够10天左右，大雪封山，粮道断绝，得思考一下是战还是退了。弹药情况呢？弹药要不多了，不过我上次带来的红薯和土豆省着吃，差不多还能坚持大半个月。就那红薯，那东西不顶饱，吃了胃里泛酸，跟猪食一样。你说谁是猪呢？俺们天天吃这个，你知道这玩意儿养活了多少人？养活多少人关我屁事！本章就不爱吃咋的？想打架呀？好了，别争了，容我再想想。伯爷，俺今夜带人去摸一下南门，只需50人。就你吃猪食那劲儿，还有力气摸城？住手！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不可啊，赵磊！赵磊，你竟然敢当众伤人，自己去领40军棍，害使你去袭击鞑子南门，拿不下来，军法从事。赵磊，领命。老大，抓到一个细作，此人自称是鞑子使者，带他进来。进来吧。赫舍里索尼，参见广宁伯、锦州伯，参兵诸位将军。起来吧，我大明不醒这个，请说明你的来意。多谢伯爷。在下是奉摄政王之命，前来与广宁伯商谈议和之事。议和？对，就是议和。怎么个议和之法？摄政王愿割让辽阳、海州、富州、荆州4城，赔偿黄金10万两，牛羊20万头，另赠粮草5万坛，以解薄将军前粮瘠。双方罢兵，以辽河为界，永不相犯。荒唐！割让的土地本来就是我大明的疆土，先抢了再割，这叫什么议和？拿抢我东西买自己的命吗？那伯家的意思，你们退出沈阳和赫图阿拉，举族前往松荒江以北。松荒江以北满国血缘，到那里去和灭族有何区别？那就是没得谈喽。伯爷如果不肯让步，在下也就不叨扰了。慢走不送。哼！我送使者，免得说我大明没有礼数。使者，这边请。这是一个土包子而已，敢以下犯上。走吧。多谢吴将军相送。吴将军果然是将门之后，识大体之人。哪里？吴将军，这本是给2位伯爷的见面礼，既然他们不要，我也懒得带回去了，就送给吴将军了。这可是收受贿赂啊！哎，
我又不求吴将军办事儿，哪里是贿赂啊？你要这样说，我还算资敌呢。哈哈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告辞。今夜亥时，南门。林浩答应了吗？林浩没答应撤兵。城门城墙的都加厚了，城里粮食够吃大半年的，就他那点兵力，看看谁先受不了。这次出行，我发现明军内部矛盾严重，关刘军的吴三桂要钱，丰遂军的林浩不要命，两人在一起矛盾重重，正好给了我们分化瓦解的机会。还有这等事儿？不止如此，那吴三桂还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。林浩准备亥时炸南门。既然他要来送死，那就给他来个螳螂捕蝉。这次领兵突袭的将领名叫赵磊，因和吴三桂起了冲突，被林浩打40军棍。如若活捉此人并将之劝降，林浩必定军心不稳。加上林浩军粮告急，此盛京之围便能迎刃而解。动手！赵磊，怎么办？你就是赵磊吧？跪下投降，本王饶你不死。跪是不可能跪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，放下武器，我给你时间考虑清楚。都放下武器！老大，不好了，敌军有埋伏，我哥他被俘了。什么？土包子，还想跟我斗？你是何人？广宁伯座下游役，赵磊。你又是何人？大名府总兵卢象升。都师，你还活着？半死不活吧？考虑的如何了？赵将军，你也是跟随林浩多年的老人了，林浩竟然为了一个外人打你40军棍，还让你前来送死，他是一点旧情也不念。只要你愿意投降我大金，我保你一个异姓王，这可比林浩给你的要高10倍100倍。此话当真？比真金还真。行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但我有个条件，放了我那群兄弟。可以，没问题，前提是他们愿意弃暗投明。赵磊，你对得起死去的将士们吗？不知这府邸忠义王满意与否？满意，满意。俺这辈子还没住过这么大的院子。王爷还交代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请忠义王站一站城墙，跟你那些旧袍漏说几句话，劝劝他们。没问题。俺知道梁山好汉入虎前交的那啥要命状。忠义王，那个叫投名状。哦，对对对，投名状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吧，慢点，慢点。赵磊，请林伯爷出来一叙。林伯爷，俺赵磊这些年跟着你，从柳河镇到广宁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封了曹变蛟做龙骑统帅，封了韩润昌做火器营都督。俺呢，俺还是个小游击，但是我在大金这边做王了，这是你远远不能给的。赵磊，你个叛徒，为了功名利禄，背叛伯爷，背叛整个丰遂军。韩润昌，你个狗东西！3年前你偷了俺家后屋破门里唯一大名的鸡。被抓包，你说好3天后还给老子的，到现在连根鸡毛都没有，你好意思骂老子？这人还真是小肚鸡肠，这点破事还记得那么多年。这赵磊在瞎说什么？3年前我都不认识他。赵磊，老子没有你这个哥哥，你我2人从此恩断义绝。你不懂，
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得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拼一次。兄弟们，粮食不多了，不要再为这场不必要的战斗白白送命了。索尼大人，您看这样如何？好，好，好得很。忠义王辛苦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伯爷，赵磊他那句话什么意思？后屋破门大明的鸡，3天后还给他。我知道了，打住！赵磊是在城外被俘的，这说明有人把消息给了达子。王爷，找属下何事？没人的时候叫我将军。将军，属下知罪。去给俺找2坛好酒，俺要去拜会一个人。将军在盛京还有故人。索尼想分化挑拨俺们，俺们也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此人可能对我们3日之后有大用，值得冒险一试。将军果然聪慧。你以为这么多年跟着伯爷都白学了吗？这几天叫兄弟们注意点，没事少出府。麻烦通报一声，末将赵磊给王爷带了2坛好酒来给王爷尝尝。您稍后片刻，我这就进去通禀一声。王爷在正厅，请。忠义王，你不在王府里领赏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王爷说笑了，末将不，臣刚封了王，该来拜拜寿京城里的长辈。王爷是摄政王的叔父，这头一炷香得烧到您这儿。坐。王爷，有件事臣琢磨了一夜，觉得还是该跟您说一声。说。臣听说福临大汉还活着。王爷，有件事臣琢磨了一夜，觉得还是该跟您说一声。说。臣听说福临大汉还活着，但摄政王下了封口令，不许任何人外传。臣想着福临大汉是王爷的侄孙，这么大的事，臣要是瞒着不报，心里过不去。你刚封王就来跟我说这些？臣只是觉得……你觉得什么？封王第2天就来挑拨我和摄政王的关系？王爷误会了，臣没有那个意思，臣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你封王的事我还没说什么，你倒先跑来跟我嚼舌根，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？臣知罪。别以为封了个异姓王就忘乎所以了。你这脑袋是摄政王抬举才还在脖子上，别自己不当回事。是，赶紧滚！王爷，那个新封的忠义王赵磊，他下午进了李亲王府，待了小半个时辰才出来。李亲王府，在山那儿？是，小的亲眼看见的，他还带了2坛酒。这小子才来几天，昨儿封的王，今儿就满城乱转，其中必定有诈。去绑一个赵磊的手下回来，别惊动任何人，找个赵磊不在的当口，绑一个弄到我鸡叫去。愣着干嘛？去啊！人绑回来之前别来见我。属下明白。客官，下次再来啊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将军，陈平不见了。怎么回事？陈平说他出去买点干粮，顺带领略一下风土人情，天黑前回来。现在天都黑透了，他还没回来。风土人情，他怕不是只领略人情去了。陈平此人虽然贪玩，但也不至于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失了分寸。不管了，你带人去地牢救出都师，我和其他弟兄摸到东门去。是。我们也差不多出发。将军，外面来了一队鞑子骑兵，说摄政王请你去赴宴。多尔衮请我赴宴，只怕是宴无好宴啊！将军，要不要杀出去？不行，时辰没到，
俺得去拖住多尔衮。你们藏好，等时辰一到就动手。俺如若回不来，你们就听卢督师的。将军，就这么定了。星水多尔东真是请俺吃饭呢。你说这赵磊会来吗？他来不来都得死。交出武器！忠义王请。王爷，您找俺啊！奴才赵磊见过两位贝勒爷。赵磊，本王待你如何？王爷待奴才那是恩重如山啊。那你为何背叛本王？王爷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带上来！赵磊，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？将军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没事。我恨音乐高悬，为何独不找我？照尽繁华千丈，偏偏将我绕过。怎么的？你以为你杀了仁政就能活命？俺不求活命，只求王爷给俺个痛快。痛快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本王偏不如你所愿。赵磊，我会让你死得很慢，慢到你后悔认识林浩那天。来人，把他给带下去凌迟处死！慢着！来人，把他给带下去凌迟处死！慢着！阿昏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来了？你请来的这位忠义王，今天给我带了2坛子酒，结果我打开一闻，兑了水不说，还掺了半坛子醋。我老头子一辈子没被人这么耍过，气不过，来找他算账。阿昏，这人是明军的细作，诈降进城，干的事儿足够凌迟18回。他不是骗你几坛酒那么简单。我很久没杀人了。摄政王，你把这细作交给我，我替你料理了，保证不会少一刀。不行，这人是重犯，我得亲自看着他伏法。怎么？我现在要个人，还得给摄政王写奏折？不敢不敢，阿昏带走吧，好好审，别让他死得太容易。阿红，你怎么3言2语让那老东西把人带走了？你跟上去，远远跟着，看代善把人带到哪儿去，做什么。好。王爷，你是不是在想我为何救你？我年过60了，什么人也都见过，大金的气数我看得清楚。今日我救你，只求你一件事：广宁伯入城之后，给我爱新爵娘家留一条生路。王爷，俺替伯爷答应你，只要你们不抵抗，林伯爷绝不屠城。半个时辰后南门换防，守军最松懈。我老了，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走吧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时辰差不多了，走。忠义王，这么晚了，您是要去哪儿啊？多爹，你让开，今晚我不杀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就你杀我？你拿什么杀我？赵磊，我来助你！驾！快闪开！驾！上车，去南门，别误了时辰。
大半夜的，你抽什么风？我也有令紧急集合。干嘛？半夜攻城吗？赵磊3天前留了信息，今日破晓时分破门。不是你们有病吧？他是一个降将，这也信？你什么你？想打架呀？来来来，我让你一只手。风碎军，全他娘的有病！老大，集合的差不多了。那啥，我刚把吴三桂揍了顿，没啥问题吧？有人看到吗？没人。那没问题了。赵磊那次我知道，上次在大仗中，老大不打赵磊40军棍，按军法赵磊得斩立决。知道就好。那我们现在干嘛？等赵磊。都师，前面有巨蟒，别怕，抓稳了，老子这真是牛。都是爽。有没有搞错？这么夸张？你去炸城门，我拖住他们。好，不是我拿什么炸呀？不是吧？你没带炸药？没带啊！我去，你不早说，你也没问啊，拉着俺就上车了。痛快，痛快！都师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剁碎了2半。这些人是，这些都是我在牢里认识的兄弟。既然有帮手，你我2人杀上城楼，打开城门。好。赵磊，快点！有骑兵，随我杀敌！伯爷，俺这次算立大功了不？何止大功，简直是天大的功劳。不过你都封王了，再封只能做皇帝了。俺可不敢，这是杀头的罪。你还怕呀？怕啊！俺还没娶媳妇儿。你这又是破城又是诈降的，可不像怕死的样。那不一样啊。好了，先杀敌。遵命。杀进皇宫，活捉多尔衮！怎么回事？阿浑，城破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代善呢？他放了赵磊。赵磊那个混账打开了南门，卢象升带着囚徒军杀出，林浩的龙骑兵已经从城门灌进来了，现在南城大半都在他们手上。你走吧。什么？
你3岁之后，阿妈走了，我把你一手带大，林浩不会放过我的。你走吧，这儿交给阿魂，滚！玉石俱焚，玉石俱焚。林浩别来无恙啊！多尔衮，你败了。林浩，给本王一个机会，本王愿意割地赔款，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多尔衮，这些话你还是留着和辽东数万冤忠去说吧。那你就给本王陪葬吧！那你就给本王陪葬吧！小心！老大，小心！赵雷，赵雷，赵雷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还没娶媳妇儿呢！老大，辽东百姓不能没有你，俺家还有赵敢这小子，香火断不了。哥，别哭丧着脸，给俺笑一个。俺赵雷这辈子值了。哥，会了，嘿嘿，等毛线，毛线。你不懂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得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拼一次。怕？俺还没娶媳妇儿。你这又是破城又是诈降的，可不像怕死的样。那不一样啊。站住！除戴家直系以外，建州皇室一个不留。遵命。将军，奴家以后就是你的人，你可要保护好奴家。你个小妖精，放心，本将军定会保你。林伯爷，我也不是皇室，您抓我干嘛呀？我且问你，是谁出卖了赵雷？是林浩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这个女人我保了。我说过了，皇室一个不留。伯爷，我是蒙古人，我也是被迫嫁给皇太极的。怎么的我？舅父也是伯爷，这点面子也不给，这是在干嘛？我在问他是谁出卖了赵雷。你再不说，我活剐了你！好你个老狗，死到临头还敢血口喷人，我宰了你！混账东西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大哥没问完之前，他不能死。我给了吴将军1箱子黄金，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赵磊要去炸南门。林伯爷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求伯爷饶命啊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那又如何？你还敢杀了我不成？别以为有你舅父，我们就不敢杀了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舅父可在城外有近万关宁铁骑。林浩，你杀了我，是想火拼吗？你也知道你舅父在城外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吴将军和鞑子大战，阵斩数名鞑子，力竭而亡。不要杀我！林浩，拿命来！林浩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！下去和赵磊说吧。完了，我知道的太多了。老大，这两个人怎么处理？伯爷饶命啊！伯爷饶命啊！你俩也知道自己知道的太多了。伯爷，您不是说您不杀妇孺老弱的吗？对对对，
我是妇孺，他是老弱，还请伯爷饶命。胡说！你根本就不是老弱，索离也不是妇孺。林浩，你好，你好狠毒！